双子、水瓶座5月前后修复爱情指引。哎呀，我们双子宝宝啊，为什么这么难受了，还是一声不吭呢？啊，双子我觉得真的为这个人有付出很多的，但是双子就是不说啊，打死也不说，就明明我们这么难受了，就还是选择一声都不吭的啊。因为像这边宝剑六走到逆位的时候，那我们双子就是因为付出的太多了啊，所以说才会变得越来越沉默，因为我们会觉得说，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再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会觉得，如果说对方你能够懂我们，那你肯定会是主动的会来找我们的啊，你不会让我们像现在一样这么去难过。但是现在我觉得双子真的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为你而执着了，我们所有的期待在这边其实都已经是消失不见了。双子真的是一个在感情当中就是不太愿意去把自己的难过说出口的一个星座啊。我们其实是双子更加偏向于就是期待你能够懂我们，你能够明白我的一个良苦用心啊。但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宝剑六逆位，那剩下的真的就是我们双子离开的一个背影了。对方他其实并没有来追逐我们啊。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方他不想来追，而是他也是有点摸不准我们双子的一个脾气啊。实际上我觉得对方他真的是有点把握不住双子，就是有点拿捏不住双子。不管他再怎么努力，就好像永远都搞不清双子到底在想什么啊。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双子好像总是有点不满意。那问你为什么不开心呢？你也不告诉我。所以我觉得对方他真的会觉得有点，就是他的内心当中是有点迷茫的。那到最后，双子也是非常失望的。所以对方啊，他就是只能默默的看着我们一个渐行渐远，他哪里敢再多说什么，对不对？他怕一句话说不好，真的就是会把双子反而推得更远了，反而就是再也看不见了。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其实也是有在去小心翼翼的有在对待这份感情的啊。但是对方的这种安静呢，其实在双子看来是非常伤人的啊。我们会去胡思乱想，会想说你是不是真的不在意我了，所以你才选择这么去对待我啊。所以像后面这边出现一个圣杯骑士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双子不要以为像水象星座才会比较敏感啊。双子虽然说是风象，其实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星座。我们之所以什么都不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默默的去守护这段感情啊。不管自己再怎么去努力，其实都是不值得自己去夸赞的。双子其实不愿意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放在嘴上去说，我们就只是想要默默的去努力，去向对方去靠近啊，不想去拖累对方，甚至还是想要去帮助对方的。而且像骑士牌啊，在这里两个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处在一个异地，或者说就距离比较远啊，就是那种距离感比较强烈的一个情侣，有可能是心理距离，有可能是这个地域上的距离啊。但是双子就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虽然说我们嘴上说着我不努力了啊，或者说我不愿意继续向前再继续前进了，但其实实际上背地上啊，我们还是会去做一些就是为这段感情好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说双子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为这份感情去停止过努力的，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啊，两个人的这个误会，包括说这边宝剑六的这种家庭阻碍感，其实还是会把两个人有点慢慢拆散了一样。当然我们双子其实也不是埋怨对方，而是真的会觉得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哪怕说我们两个人还相爱啊，但是在这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付出再多终究只是一场空而已啊。但是我觉得你要说真放弃啊，特别是到这边啊，你要说真放弃，我觉得双子能够舍得吗？啊，这边这张星币六，特别是结合到前面这个宝剑六啊，到星币六，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双子对这个人绝对是付出真心了啊。双子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走进我们心里的人其实很少的，但是只要你走进来了，那我们就会记住你很久很久的啊，永远有一个地方会为你保留。那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对方他在我们眼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他太优秀太强大了，我们双子在他面前可能还会有点自行惭愧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双子才甘愿在这段感情当中去委曲求全啊。但其实我觉得，双子不要这么的自卑，真正强大的是谁？是我们双子自己，因为我们在这段感情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是双子，其实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的一个状态，哪怕说对方一开始对我们爱答不理，我们其实也是觉得无所谓的啊，我们就是愿意为你去付出。所以说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我觉得其实双子是有付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份努力的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在这边真的就是太爱了，所以双子呢才会有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特别当这边后面这一个圣杯侍从出现的时候，那这边圣杯牌这个水元素对于双子来说真的就是太难过了。我们越是喜欢一个人，就越容易去想太多。而且其实像这张牌啊，圣杯侍从这张牌，也就意味着这一段感情它可能是有受到了外界的一个干扰，可能有其他的家人朋友是有再去泼冷水的，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异性是有介入到了这段感情当中。所以说我们双子呢才会一直都有那种好像朝不保夕的一种感觉啊，可能也会经常的去想你，比如说就是很普通的一种想法啊，就会想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那当我们觉得不确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想要去试探啊，并不会说就到此为止，想要去试探。所以其实这边这个侍从牌，也就是代表我们双子会以退为进，就是有可能假装自己要走啊，但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想要你来挽留我们的。但是有时候呢，试探太多了，反而就是让两个人都会觉得很累啊，试探来试探去的，而且双子可能也会觉得越来越失望，就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相信对方他在这段感情里的一个表现了，因为我们总是在这样那样的一个怀疑当中啊，那到最后我们其实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虚假的，所以其实双子才会像回到前面宝剑六一样这么的难过啊。当然
我觉得双子不好过的时候，你说对方他能好受吗？他也不好受的，因为对方就像前面宝剑六说的那样，他其实是有点看不懂双子的一个所作所为的啊。有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他想要来扫双子的一个兴，而是他真的不是就是特别明白双子的意思啊。我觉得对方他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他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实心眼的啊。所以说当双子这么失落的时候，对方他也很着急啊，他有点干着急，他就很想弄明白你到底是怎么了。但是双子的这个委屈啊，如果要说出来，那真的就不叫双子，不是双子座了。所以对方他才会怀疑起这段感情啊，就会怀疑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合适了？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总是聊不到一起去啊？总是没有办法共频啊？我也看不明白你，那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要放你走啊？要放你去找你的一个幸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段感情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两个人都是爱的太小心翼翼了，反而会让两个人中间的这个误会啊，就是阴差阳错的误会会变得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双子对于这个人也是有点越来越失望了啊，因为当这边魔术师出现的时候，这段感情真的会变得越来越让人迷惑。双子其实会发现这个人他并没有想象中强大。那以前我们双子呢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潜力股啊，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不管说话或者说做事方方面面都还是很不错的。但其实事实上双子的眼光确实不差啊，我们并没有看走眼，我们双子宝宝确实眼光很好很好，这个人他确实蛮优秀的。但这个人他在跟我们双子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一直是还蛮理智的啊，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太理智，有点不太近人情了。那我们双子就会觉得跟这个人有点难以去沟通啊，他跟我们想象当中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但其实实际上对方他并不是说不想跟我们双子去好好说话啊，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像我们双子这样这么能言善辩的一个星座面前，他其实也是有点自卑的啊。这个魔术师他其实是双向的，我们双子觉得他很好的时候，对方他其实也是觉得双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他觉得是他自己高攀了，但是他不敢在双子面前去说太多，他怕说多错多啊，他怕惹双子不开心。本来其实他就老是在惹双子不开心嘛，那所以慢慢的他也就是越来越不敢在我们面前去直言了啊，不敢去这么直白的去说了，他真的会害怕双子会因此觉得他不好，甚至说就是不理他，他真的很害怕啊。但是我觉得对方他真的就是想多了，因为我感觉双子才是那个最想要去留住这段感情的人。虽然说双子的一个内心已经是像前面这边宝剑六一样，就是失望透顶，已经是被这条船都已经被扎穿了啊，但是我们还是会想要软硬兼施的留住这个人。因为其实到后面这边权杖十就说我们双子其实是吃了很多苦的啊，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的，那我们始终也没有说要真的去放弃这段感情。但凡这段感情里面他有那么一丝一毫的一个机会，双子其实都是不会去放弃的啊。只不过因为这边权杖十走到逆位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种执念真的就好像并没有一个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这样不爱了，不是的啊，而是两个人之间这个矛盾已经是积累到了不得不爆发的一个阶段了。两个人之间我觉得肯定是要经历过一些动荡的啊，否则这个误会那真的就只能让双方在这段感情当中越来越沉默，这个误会一个一个问题就继续留在这里，永远都得不到解决，最终就是在沉默当中灭亡了啊。所以如果两个人最近在吵架，或者说最近有在闹矛盾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是一个能够说开的一个机会，因为太多的情绪憋在心里面，就只有互相折磨而已了。那恰恰是一些争吵啊，适当的争吵会让两个人把自己心里面藏了很久的话去说出来。所以其实到最后这边这个圣杯六在这里啊，两个人在经历过一些吵吵闹闹之后，其实还是有机会回到那种非常温馨或者说非常温暖的一个状态当中，因为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啊，双子真的心很软的。那当我们看到对方他脆弱不堪的一面的时候，双子其实就很容易母爱泛滥，或者说父爱泛滥了啊，就是内心当中的情绪就要溢出来了。当然，并不是说双子会无条件的为这个人付出，双子不会那么傻啊，而是双子其实真的还是会愿意为了自己爱的人呢，去打破自己的一个底线，不断的去靠近他啊。只不过因为这边这张6号数字，它其实也是一个不太平等的一个情况。我们双子跟对方其实想要去往下走的话，肯定是有一个人要一直去妥协的。那妥协的这个人，那肯定啊，还是会觉得比较的委屈啊，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在付出，但其实实际上每一段感情它都不是完全平等的，或者说其实只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一个平等啊，总是我在这里亏欠你一点，那你在那里亏欠我一点，那这样两个人的一个羁绊亏欠来亏欠去嘛，才会越来越深，感情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没有必要一直要去追求一个绝对的一个平衡，其实相对的平衡，你亏欠我一点，我亏欠你一点，这个其实就是感情当中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啊。哇，我都替我们水瓶开心啊，因为真的很难得，我们水瓶在这边真的是有遇到了一个跟我们天作之合的人。就你看这边这一个宝剑手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水瓶宝宝真的可以值得庆幸一下，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碰上一个这样又聊得来，或者说又势均力敌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水瓶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人，很爱他啊。但是因为手牌它作为第一张数字牌，其实这段感情它也是才开始没多久啊，或者说两个人其实是才和好没多久，所以就会非常的这个不稳定啊。那再加上这个宝剑牌嘛，风元素就本身其实水瓶也是风象星座，就是那种
就是特别像谜一样的就是让人摸不透的一个星座。那在这样一个风元素的这种影响下面，我觉得其实对方他也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的就会跟我们在一起，可能也没有多久就是一直这样子忽冷忽热就总是他会觉得，就总是你让我看不明白是不是这个就相当于你是要把我逼我走的一个策略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所以对方他会有这样的怀疑当然我觉得这样一种怀疑其实也还蛮正常，因为其实在宝剑手牌这样的一个影响下面，真的会想太多但是水瓶其实也蛮委屈的，对不对？我们水瓶宝宝，因为水瓶的真心大家都看到了，水瓶是在这边真的就是很喜欢这个人，但是因为水瓶的一个性格，我们就是不是那种会去直抒胸臆的人我们当然我们也会虽然一直说也会去找你去说话，但是我们不会去太多的去说那种缠绵悱恻或者说特别温柔动人的话这种其实水瓶是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因为我不说那样的话，你就开始去怀疑我的话，那其实我真的也会很难过的，对不对？我们水瓶宝宝，所以其实当我们水瓶走到后面这边一个恶魔逆位的时候，就特别危险了因为水瓶是心灰意冷的时候，就会想要去下意识会要去逃避的。当然并不是我们不想去跟你解释，而是这个问题它其实本身就是因为我们是非常迷茫的时候产生的。那难道要我自己去改变我自己的天性吗这样难道我们真的就会开心吗？所以说水瓶在这边也是想不明白的水瓶也是不敢要去尝试，我们真的是很害怕自己就会一不小心的就会伤害到你，也怕自己会陷入到一个万劫不复当中。所以说水瓶在这边其实宁可选择去逃避或者说去接触一下其他的人，甚至说是跟别人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交流，我们就是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情况来缓解自己内心的这种紧张感。但是逆位的恶魔他真的会有一种像在走钢丝一样，就是一不小心会让这段感情就会陷入到一个风险当中了。所以说当我们水瓶去转移视线的时候，那对方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已经想要离开我了，你是不是已经是喜欢上别人了当然你说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真的不是水瓶真的就只是不想让自己去想太多，我们会怕自己想太多呢，反而会对这段感情会失望，所以说我们才会比如说去跟朋友去玩或者说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但其实在实际上面，水瓶心里面是很清楚的我们爱的人是谁呀？我们爱的人就只有你一个水瓶其实是心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这边我感觉我们水瓶宝宝再怎么喜欢这个人，我们还是有点会把握不住他因为星币侍从出现的时候，水瓶真的就是相当被动的，因为这个土元素其实就是让我们水瓶要去稳定下来，就是让水瓶去想两个人的一个未来。但是水瓶其实真的不敢去给你太多承诺的，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到底要去到哪里我们自己有可能都是那种就像孑然一身那种感觉，我又怎么敢去耽误你呢？所以你看这个星币侍从，他其实完全都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所以水瓶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年轻或者说就是心理上面是比较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非常单纯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说水瓶会觉得现在给你承诺还不到时候，太早了如果说水瓶已经是那种功成名就的话，那我们一定毫不犹豫的就会去抓住你，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给到的。但是现在水瓶只怕自己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这样子会耽误你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才会这么的被动。而且水瓶其实并没有说在摆烂，完全没有，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土元素，水瓶真的一直是有在默默的去努力的比如说是有在好好学习，或者说是有去好好的去工作，就是想要等自己有足够的一个实力了，然后再去给你那种想要的那种稳定感所以其实水瓶其实条条框框条理非常清晰，自己都知道的，只不过说水瓶做了那么多就好像是有被对方给误会掉，因为这边整一个过程我们水瓶都没有告诉他，那对方他当然也会怀疑了就像前面这边恶魔逆位一样，他真的是对于我们水瓶身边出现的这种桃花战战兢兢的，所以说他这边出现一个圣杯3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还是被有那种三方关系困扰着的他会觉得我们水瓶身边已经有人了，那同时呢他可能也会去跟自己身边的一些桃花或者说异性会去交流，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本质上面来说，这个人对方他没有那种特别多余的心思的，因为他其实就是跟水瓶一样只是暂时转移一下注意力，不想让自己呢太过于去沉溺于这段感情而已。但是因为这段感情里面他的这一个三方关系就是那些说的直白一点，就是那些多余的人，其实还是会影响到了两个人的一个相处，就会让两个人产生很多的这种误会还有矛盾但其实实际上你会发现，对方他跟我们水瓶其实是以什么呢？是以结婚为目的在一起的，或者说他蛮想长久的去跟水瓶去在一起就不想跟我们水瓶分开。所以说这个人心里面他其实是装着我们水瓶的，但是因为前面这边种种的误会还有这些矛盾，那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有变得越来越远了就曾经的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有在去慢慢消失的。两个人曾经可能都是因为就是不甘心曾经那么多的一个付出，所以说到这边才一直不舍得没有甘心去分开。但其实实际上双方两个人都已经是被伤的没有办法去动弹了所以其实这一边我觉得我们水瓶现在真的是有种挫败感的，因为前面这边宝剑手牌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水瓶对于这个人或者说对于这段感情其实是认定了的，是真心的。但是两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我们水瓶真的会觉得特别的困惑，很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我这么在乎你，我也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对这段感情的一个在乎，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还是要去互相怀疑呢？所以其实水瓶走到这边
深杯酒的时候逆位的时候啊，已经没有什么安全感了。水瓶现在几乎就是有在去强撑着一口气，在等待接下来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是接下来的这个相处。我们一直是有在告诉自己说不能放弃啊。如果说我们放弃了，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你说水瓶为什么不放手啊？对不对？因为水瓶真的是舍不得呀。我们水瓶宝宝，如果说是水瓶不喜欢的人，那我们完全是可以特别绝情的啊，说放就放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但是面对对方，在一开始就说了，对方是我们一个命中注定一个人。面对对方的时候，我们水瓶宝宝还是想要去再试一试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很累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话，我还是想要去坚持的啊，就是看一下我们之间到底会不会有转机，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相处到底能不能够回到过去这边一样那种美好。所以说水瓶在这边其实还是在坚持的啊。其实哪有感情是没有矛盾的，对不对？关键就是要看两个人有没有携手坚持下去的一个信念。那我感觉至少在这一段感情里面啊，两个人都是有这样一种信念的。因为对方他其实这边是一个圣杯侍从啊，他是一个圣杯侍从，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温柔或者说非常细腻的人，他会觉得只要我们两个人还能够在一起就好了啊，只要我们还在一起，我们就是有希望啊，他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是他一个想象当中的样子，就是我跟你之间还有一个机会。那这个侍从其实跟前面这个侍从其实是一样，就他其实也不是那种非常成熟或者说功成名就的人，所以他面对我们水瓶的这种犹豫啊，或者说撤退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给你想要的生活，那我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你水瓶对我做这个做那个呢？所以对方他在这边他真的就是一直有在给水瓶去找理由啊。那我觉得只有爱的人才会一直帮他去作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其实对水瓶的感情一定是真的，但是对方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会对两个人身边的那种，就是前面这边有讲过的啊，三方关系会有一些怀疑，因为毕竟他这里是一张圣杯侍从嘛，就是一张代表怀疑或者说会去多想的牌。对方他其实还是会一直就是想到我们水瓶身边的那些人啊，就产生很多的一些危机感，就总是会想说你明天会不会就要离开我了啊？你会不会就这样子去喜欢上别的人了？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啊，完全没有。对方越是怀疑就越是紧张，其实反而就会加重他对水瓶的一个偏执感啊，就是会让他一时半会儿就真的会放不下我们水瓶啊。虽然说患得患失，其实这种感觉很辛苦啊，但是对方我觉得对方你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人啊。他幸运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真的找到了一个真心喜欢的人，他其实到后面会慢慢的明白自己是真的很喜欢我们水瓶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感情里面了啊。哇，一个宝剑逆位啊，宝剑10的逆位，那我们水瓶其实真的是很无力了啊，因为水瓶会感觉自己跟这个人一直有在做一个无效的一个沟通啊，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去消耗我自己呢？所以两个人其实到最后走到一个宝剑10逆位的话，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一个边缘了。那前面这边积压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东西啊，不管是这个怀疑也好，还是说这个焦虑也好，甚至说是这边啊第三方的那种危机感、那种紧张感，两个人其实到这边真的是已经是压抑到快要爆发了。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啊，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会非常的紧张，就是那种我已经不想要再去要求什么了啊，我只想要一个答案，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还想不想跟我再这么继续走下去了？但这个时候说了啊，又有什么用呢？我感觉其实是未必的啊，因为双方之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从头到尾啊，在风元素逆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两个人应该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去聊一聊了，就会有一种我跟你面对面啊，好像也不知道到底要跟你去说什么这样一种感觉，两个人好像没有了共同语言啊，没有要分享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如果两个人不能够在这个风元素上面去解决掉问题的话，那可能这段感情就是要止步于此了啊！我觉得真的还是那句话，最遗憾的就是两个人明明还相爱，但是已经无法说出口了，这个才是最遗憾的。那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还能够本来两个人就是相爱的，那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说出口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去把握住呢？对不对？